这个是我的名片，我在美院还会待一段时间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来。好的，谢谢。秦罗林，大师啊，千载难逢，大大的有前途啊！等我一下啊。不像白少。怎么了？我这次回来你不开心吗？怎么会？放心吧，我这次回来是谈项目的，你好不容易才把他追回来，我是不会破坏你的。你要是真舍不得我呀，你当初就不会放我走。我有今天还不是得谢谢你，尽个地主之谊也是应该的。就喜欢你这个人。哦，不好意思，你在跟客户吃饭呢？在哪儿啊？行，我认识，那一会儿见面说吧。白少，哎，一上午啊，又没在家，又没在公司，老实交代去哪儿了？别闹了。这位是老板。难怪梦了这么着急回国，原来白小姐这么漂亮啊！这位是袁太太，商北集团的大股东，我给你接过来。哦，袁太太您好，我是白芍。你好，抱歉，我今天没有去公司。你不用这么紧张，我跟 Mola 呢也是朋友，我也是刚刚回国，今天正好跟他谈个项目，他说中午约了你一起吃饭，我就一起过来了。你不会嫌弃我这个电灯泡吧？不会不会，我就要您的大名，跟您吃午饭是我的荣幸。行了，坐吧，站着说话多累。白芍，我一直很想和你见个面，亲自的向你道个歉。道歉？我跟 Mola 呢是在一次合作项目里面认识的，当时呢我正要去美国投资。我觉得他是个人才，所以希望他过来帮我。如果当时我要是知道你们要结婚的话，这个事情呢，我也是Mola这次回国的时候我才知道的，所以我要亲自向你道个歉。不是的，袁太太，这跟您没关系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是我当时太着急想结婚，他还没有做好准备，就临阵脱逃了。也不是这样的，我当时刚好接手我先生的生意，所以呢，我不希望我的这边的资金的这些东西被对手知道，所以就想让他第一时间很快的来帮我。是我当时没有做好准备，也不想一无所有的就娶你。袁太太这边的计划我也没有办法一五一十的跟你讲，反正说来说去就是我太不负责任了吧。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我们不提了吧。但是我现在准备好了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结婚？你别闹了，袁太太在这儿。白芍，你可不能轻易的放过他，毕竟他是个有前科的人。我说咱俩是朋友嘛，你不但不帮我说话，你还在这拆我台。怎么会呢？看到你们两个重归于好，我可是打心眼里面高兴。要不然，我总觉得欠你的呀。右边，您是老板，只有我欠您。怎么着，老板，去尝尝国内的牛排做的怎么样啊？好啊，走啊！但事先说明啊，跟咱们在纽约那家没有办法比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走啊！
袁太太既然已经回国了，怎么不来公司看看呀？他项目多着呢。他虽然是商美的大股东，但是他在商美没有职务。他这次回来也是为了别的项目。你说一个女人生意做成这样也太了不起了，关键她还年轻貌美。当初袁先生走的时候，给他留了一大笔债，短短几年他不仅还清了，而且还把事业扩大了好几倍，相当不容易。怪不得你这几年干得这么风生水起，原来跟对老板真的很重要啊。对了，你刚刚说结罗琳要指导你什么来着？快乐来得太突然，我都快要飘起来了。跟他上课有用吧？现在都要给你开小灶。哎，你过来。你知道吗？我都没有想到我会得到这个机会。那幅画是我跟陆留安一起画的，其实他比我画的好太多了。这机会本应该是他的呀，怎么就给我了呢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比赛我可以见到好多好多艺术家，还可以看到艺术圈里边的经理人。不准去！你答应过要支持我的，为什么现在又反对了呢？你自己都说自己是业余的了，那参加这种专业比赛，你觉得自己有胜算吗？可是吉罗琳说他会辅导我呀，而且距截稿日期还有3个月呢。3个月？你觉得自己3个月就可以一步登天吗？你觉得自己是毕加索还是达芬奇？莎莎，我不是不支持你，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现实一点，而不是活在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里面。梦想这个东西不是什么空中楼阁，它是要一步一步去规划的。但是杰伦雷给你这个东西，它就是一个空中楼阁，它不但有可能毁了我们所有的计划，而且有可能就此毁了你的梦想。可是我……你听我把话说完。如果我们假设你真的是有过人的才华，你可以在3个月之内突飞猛进，你可以拿出一份像样的作品来参赛，那么为什么他只是给你一份介绍信？他为什么不追加一份有效的合约给你？他难道不想留住你这个人才吗？你不要忘了，他除了是个艺术家，他更是个商人。他名下有许多的珍品画廊，更有许多著名的画家签在他的画廊里面。如果他真的认定你的才华，他是绝对不会停止挖掘你身上的潜能的。但是很遗憾，他并没有这么做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你现在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机会。这次有可能只是杰伦想跟那个画廊老板有进一步的合作，正好那个老板欣赏你，他就顺水推舟做个人情而已。还有那个陆留安，他拉着你帮他一起画画，也是因为那样的画可以在老板那边卖更好的价钱。他们都是在利用。穆勒，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你为什么把他们想得这么坏？我只是在保护你。那些所谓的欣赏，所谓的照顾，都只是给你画一个饼，让你充饥而已。只有你会傻乎乎的一头栽进去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真的去美国参赛，闹出什么洋相的话，那你再想入行就真的难了。可是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只是想完成我童年的一个梦想而已。其实是你让我去听课的，听课证是你给我的，而且你还说过，即便我想出国留学，你也愿意陪在我身边。你说的这些话，难道都忘了吗？这么急着找我，有什么事吗？白芍没有答应去参加比赛。我听说了，没关系。如果他不肯，那就算了吧。不过，他向我推荐了你，特地给我看了这个，说你在艺术区还有许多作品，足以展示你的过人才华。你比他更有资格去比赛。他还说，他其实并没有一直坚持绘画，在遇到你之前，有2、3年都没有动笔了。
您喜欢的那幅作品，是我和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共同完成的，他叫陆六安。我这个人其实有很多年都没有拾起笔来画画了，都是因为他才唤起了我画画的欲望。其实那幅作品，从想法到构图，都是他来完成的。我这个人画画比较中规中矩，没有什么创意可言。所以老师，我特别极力跟您推荐他，我觉得他比我更适合这一次的比赛。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办成答应你的事情，那么你，我现在需要你帮助我，我想参赛。仍然要成为那个一直欣赏他，并赋予他勇气的人吗？对，他害怕没有结果，但我不怕。我注重的是过程，我喜欢挑战我自己，就当是看看自己能达到什么成果吧。太好了，我准备提前结束在国内的行程，给你制定一系列的练习计划，以确保这次比赛成为你的基石。你跟我一起回美国吧。现在吗？对呀，时间很紧迫，我相信自己的眼光，不过也要你肯付出才行。怎么了？3个月而已，时间不会太久。对了，有一件事情我需要确认一下。我想知道你跟约翰·库克，他是我爸。那你还答应跟我签这么长时间的合约？现在要反悔的是你吗？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想，我帮助你的事情多了一件。我都快要闲死了，你有没有资料需要送啊？我去给你送。那都是小德他们干的事儿，我怎么舍得让你跑腿？我这人就是一个劳碌命，我根本闲不住的。你不是在画画吗？拿公司来画得了，包括你在这儿玩沙漏了。那是我帮陆六安画的，我已经画完了。穆勒真的是因为要赶着交稿，我才帮忙的。其实之前陆六安帮过我很多，所以我也觉得举手之劳嘛。那小子对你有意思，你不会看不出来吧？行吧，反正以前的事儿呢我不管，但是现在你还跟他住一栋楼里呢，有的时候有些不太舒服。要不然你找机会赶紧搬吧啊！搬？我新续的约还有1年呢。再说你让我往哪儿搬？当然是越远越好了，最好不要跟他有任何关系。我住在那里是因为离公司近，你现在让我有多远搬多远？那如果他肯搬的话，当然最好了。但是我看他现在肯定是要赖到底了，你不会想跟他抬头不见低头见吧？那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不相信他。而且我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跟一个对她有企图的男人住在一栋楼里面，这点很难理解吗？那我搬回四合院住吧。行。我一回国你就把我介绍给白勺，现在让他来给我送文件，你故意的吧？你现在住的这家酒店是周广松的，但是白勺妹妹的未婚夫，你住在这儿迟早都得碰见，与其偷偷摸摸跟做贼似的，倒不如大方点。也对，在哪儿住都容易撞见熟人，到时候还得花精力去解释。你先是把他追回来，然后再名正言顺地把他送到档案部，做得不错呀。商北就是你的一个壳而已，档案部当然要有信得过的人。我了解白勺，
他重感情、负责任，而且他会为了感情委曲求全，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你一点都没变，还是喜欢掌控一切。咱们俩是一样的人，所以咱俩可以在一起，但是长久不了。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善变的生物，你别对自己太自信了。也许你也无法掌控悲伤。当年我不告而别，走了5年，现在他不是照样回到我身边了吗？我爱他，而且我可以嫁给他，有什么不好？爱，我看你最爱你自己吧。谁不是呢？袁太太你好，辛苦了。没事。来，白勺，进来，来喝一杯。不了，你们在谈工作，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黑眼圈那么重？没睡好？没事，还为比赛的事生我的气呢？这事儿咱们俩晚上再说吧。不是不支持你，但是咱们得一步一步来。我已经拒绝了，没关系的，你们谈吧。姐，哎，你怎么魂不守舍的？谈完公事啦？我就是送个资料。你说你这2天在家里住，李穆勒也不会说好好表现表现，到家里来看你，他在忙什么呢？他们大股东来了，所以他最近特别忙。你啊，天天就陪着李穆勒转，都忘了你2个妹妹了。这样吧，下完班以后叫上苏苏，我们老地方见。好呀。补种是中国的名贵滋补药材，其味甘，性温，具有补益肝肾、强筋壮骨、调理冲任、固精安胎的作用。安胎？谁怀孕了？安胎？看我干嘛？肯定是大姐的吧？啊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爸，这是给谁熬的药啊？这不是给谁熬的药，是在给小鹿上课呢。你们瞎掺和什么呀？哎，最近忙什么呢？好久都不来了。来找我大姐的吧？小鹿呢，过2天要回美国去了，今天特地来道别的。啊？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迟到了，有点堵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好，什么时候来的？哎，人齐了，咱们吃饭吧啊！饿死我了。什么情况？六六安要回美国了。啊？哎，你不是打工狂人吗？这才多久啊，就准备走了？是啊，小鹿，我本来还打算把我的衣钵正式传给你的。你不是还有你妈留给你那块表吗？还说要在国内探访探访什么的，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？你不会是……别说啊！小鹿啊，其实我没有怪过你，当初我是让你帮我看着少少，但这事儿……好了，都过去了，咱们就不说了啊，不说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因为伤心了，所以才走的？你们大家不要想太多了，我真的是还有蛮多事情需要处理的。
所以才回去。但有幸融入到一个中国家庭里，我认识你们真的很开心。当初回国只想体验100种职业，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多了解一下我妈妈的生长环境，但最后发现，直到我成为了陆六安，我认识了大家以后，我的想法就慢慢改变了。我一开始到处工作，也就是希望多接触一些人，希望可以找到我妈妈。但慢慢，这个想法也改变了。父母养育子女，更多的不是投入，而是放弃。投入金钱、时间与心血，放弃的是自己的人生。但我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的。可是我可以体会，我的养父母也同时为我的付出很多。他们给我时间和自由到国内，让我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应该也顾及他们的感受。小陆说的对呀，来，叔叔，虽然我学中医的时间很短，但是在我心里，你还是我的师父。我回去以后会继续努力学习的。我何止把你看成是徒弟呀，当初啊，我还把你看成是女婿呢。陆六安，我敬你一杯。我祝你一路顺风。都没酒了，我去找点。那什么，我去帮忙。舍不得，说什么一路平安啊？干嘛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啊？别胡说八道了，你快把酒拿出去。出来了，赶快回去吃饭呀！当面说舍不得我离开，有这么难吗？如果你愿意说出来，我可以考虑留下来啊。我不想你留下来。对不起，我选择跟李梦乐在一起，是可以有规划的一步一步的往下走。你离开以后呢，会可以体验更多东西，看到更多东西，经历的更多。没有我的拖累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不管你做什么选择，我只希望你开心、快乐。白少，你现在真的开心吗？陆远，我真的特别感谢你，你对我太好了。你走了以后呢，也要对我放心，我肯定会很好的照顾好我自己的。你有很多风景要看，我也有我的路要走啊。白少，
项目的时候，你不要哭啊。我祝你幸福。还有，一路平安。那就再把数据往下改2个点，应该就 OK 了吧？怎么了？这个项目一开始是我负责的，就是因为风险值过高，集团公司才决定分项投资的。老板都在这儿，你怕什么？改了。可是风险值过高，我们怎么跟客户解释啊？这点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会跟客户讲的。可是莎莎，项目的事儿我们俩会去搞定的，你把文档整理好就行了。好。很好，将这个项目提到计划中去。下周股东们就都到齐了，我会参加股东大会。好，那没什么事儿，我们俩就先走了。好，辛苦了。一直拉着个脸。这个项目风险这么高，你现在让我把数据重新改掉做计划，万一血本无归怎么办？瞎操什么心呀？这个项目就算是重启，也是我来负责。我保守估计这个数啊。资金太大了，万一失败了，后果很严重的。袁太太虽然是上辈的大股东之一，但是她在公司里面很多项目都没有办法插上手。她想要立威的话，就必须做出点成绩来。这些压制的旧项目就是她最好的机会。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激进了？你以前跟我说过太激进不好，为什么现在？无论是从经验还是资历来说，袁太太都要比你和我强太多了。如果她都觉得没有问题，那我们操心什么？难道你觉得她入股上辈是想让上辈破产吗？我当然不是这么想的，我才替你们这么担心。放心吧，你只要负责把数据改掉，然后文档入档，剩下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做，你就当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，好不好？去买杯咖啡，你先上去吧。我去吧，你别那么累了。你现在是有男朋友的人。哎，看我领带歪了吧？好了，你先上去吧，我一会儿来找你。我不要当第二个李穆勒，就用陆六安的方式吧。就算输了，
也不后悔。你不是走了吗？没去美国呀？你是不是觉得去白叔叔家演一场戏就能把他抢回来了？我要去哪儿，要去做什么，跟你无关。你要去哪儿当然跟我没有关系，但是你来这儿找我女朋友，是不是就跟我有关？你是怕把她抢走吗？你不能一直控制她，把她当成你的棋子。不管我们俩过什么生活，那是我们自己的私事，你好像没有权利管吧？而且，就算她是一颗棋子，她现在也很高兴地生活在我这个棋盘里面。你跟她认识才多久？你一点都不了解她，放弃吧，小朋友，开开心心地回你的美国去。他最喜欢吃的零食是炒红豆，他最不喜欢喝的就是他爸爸给他熬的中药。他喜欢跟朋友出去玩，一起喝啤酒。喝醉的时候，因为进不了大门，所以需要骑到我的肩膀上，要翻墙。他喜欢大自然，他喜欢散步，他喜欢看星空。看星空的时候，眼睛还会发亮。因为他喜欢骂人，甚至还喜欢打人，打的时候还特别疼。他开心的时候就会大笑，不停的笑。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在画画，不是因为他想要成名当一个画家，而是他在画画的时候，他是没有烦恼、没有压力的时候。这才是真正的悲伤。我只希望他快乐。就如果他在你那边，希望你可以给他幸福。不然我一定会回来。窗打开我的告白，窗打开你我都在，我们的爱。陆流安真的搬走了，你要不信的话，你可以上楼去看看。行了，你都跟你爸说你要搬回来了，我能怎么办？穆乐，我们有必要这样吵吗？不是我要吵，是你要跟我吵，你就没把我当自己人。我怎么没把你当自己人啊？我不把你当自己人，我费劲的让你跟我爸爸。那是你心疼你爸，你怕他心里不痛快。我还有事儿，不送你了，你自己上去吧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谢谢。原来是这样。最早是苏苏托我的，怕陆流安想不开，让我开导开导他。时间一长，就真成了朋友。所以你和他的事情，我大概知道。我是他邻居，还没有你们关系那多。
他走之前呢，把钥匙给了我，让我帮他收拾东西，把房子退了。其实这本来应该是周岗松的活，但这家伙太不地道了，那么多手下也不派几个过来，害得我一趟打折腾。你也见过周岗松了？对。你要走之前呢，在一块踢过球。哎，反正周岗松是放了我鸽子，害得我呢连苏苏的彩排都看不成了。苏苏果然没看错人。这个，他说其他的东西呢，他都不要了。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扔，反正我都整理好了，你看着办吧。谢谢。另外呢，房东我也联系过了，租约是到明年。不过这个房东人不错，说如果咱们找到新的租客，多付的租金和押金就退给咱们。啊，这个呢是他的电话，有空你就问问啊，我给你放这儿了。你看这个不错吧？看星星最棒，就放你家院子里。白少，我都知道了。那个，他走的时候，有人去送他吗？我送的。他最近过得好不好啊？很不好，不过总会过去的。白少，我不知道他临走之前跟你说了多少，但是我觉得有个东西你应该看一看。这是出版社帮他翻译的稿子，他那中文水平你也知道，所以他让我帮他审一审。他走得很匆忙，我也不知道这本书要不要继续出下去，就让你决定吧。空想满了心钻，天幕浸染了幽蓝，萤火虫闪烁。这是一个奇怪的家庭，女儿为了躲避父亲的控制，宁愿花钱聘请一个陌生人作为恋人，去出席父亲的婚礼。我生平第一次去派出所，是因为他。我一度怀疑他患有严重的人格分裂症。我父亲从小害怕我被绑架，要我练习剑术、泰拳、柔道以及跆拳道。但我打不过他，我不必相信他的潜在人格里一定有一个李小龙。后来我明白，他这样做是不希望他的父亲为他担心。中国式含蓄的感情表达方式，让同处在一个屋檐下的父母，明明彼此牵挂，却无法好好沟通。我很想帮助他们，于是努力着扮演我应该扮演的角色，渐渐不想抽。越深入他的家庭，越了解他的无奈。他那样渴望得到家人的理解和认同，可是这许多年里，他却只能将自己装进一个壳里，扮演着他该扮演的听话的角色，一直在做着自己该做的事，承担着白家长女的责任和义务，却一点点的被迫放弃应有的权利。他投入画画的时候的表情，那样的明亮；看到作品被人欣赏的时候，笑的时候如此可爱。我突然发现，我已经爱上我眼前的这个女孩。
抬起头一定就会看得见。之前是迎来了李顾问，现在您这个大股东用亲自来视察了。我们分公司的全体员工啊，都特别的荣幸。叫我说啊，应该搞一个非常正式的欢迎会才可以。欢迎会就免了。其实我1个月前呢就已经回国了。关于分公司的事情呢，我大略的了解了一下。之前呢，我也和李顾问还有白经理商讨过下一季度的拓展计划。等股东们都回来了，再做一个最终的决定就可以了。啊，白芍现在虽然说是李顾问的女朋友，但她毕竟已经调到档案部去了。像业务上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李顾问和我跟您一起商讨就可以了呢？那是当然的。张总在分公司当经理也有很多年了吧，一直都是分公司的骨干。这么重要的项目，当然要您一起参加了。我是很看好你的。谢谢谢谢。是啊，张总资历比我深，以后还要请你多帮忙。哪里，为公司效力，应当应分的。你看这样，欢迎会免了的话，我本人代表公司，请您吃一个便饭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好啊，便饭就好。哎，好。吃饭去呗，法国菜，我定位子。干嘛？什么干嘛？情趣啊！还为前2天那事儿生气呢？我哪那么爱生气啊？那走呗，我知道一家特别好的，咱们试试去。可是今天袁太太来公司了，你不用陪她吃午饭吗？那当然是陪女朋友比较重要了。可是她毕竟是老板的呀。他跟老张一块吃呢。她跟老张吃饭，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什么事儿，就是个替死鬼而已。走吧，别愣着，特别好，我不诓你。走，快！这怎么这么贵啊？你是中彩票了吗？就当我中彩票了。最近项目那么顺利，别说来这吃饭了，把这买下来都行。当然要这边的老板肯卖才行。姐，这么巧，你们今天怎么想着来这里吃饭呢？怎么啦？难不成这家餐厅也是你们家周岗松开的？是啊。干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岗松是你未来妹夫，你都不知道，我刚回国，我怎么能知道？所以我才说巧嘛。今天岗松正好在楼上开会，我在下面等他，没想到碰到你们在这吃饭。这么巧，坐在一块吃吧。不，我不打扰你们约会了。没事，坐吧，快坐，一块吃点，来。哎呀，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事事都不顺。白姐来了，在楼下等你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其实我真的没有想那么多，我什么都没为他做过，一直都是周岗松在照顾我，我就想趁这个机会帮帮他呗。我跟你讲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你又没跟人父母生活在一起，当然不了解了。再说了，人家儿子都没说什么，你别瞎管闲事儿。哎，话不能这么说，人家白吉是为了一家人可以更好的相处，是吧？我就是这个意思呀。哎，你看穆勒哥跟原来真的不一样了，懂得替人着想了。你还要知道老人家的性格，然后投其所好。他妈妈我还是比较了解的，前段时间哄得不错。可是他爸爸那边……哎，一直讨好一个可不行啊，这容易激起另外一个的反弹，他会觉得自己在家里的地位是次要的。
受到冷遇了。哎，你说的太对了。哎，看来还是我工作没做到位。林不乐，我看你去当心理医生吧。你看现成的例子，受到冷遇的那个马上就反弹了。港松，你玩完啦？看看谁来了。哎呦，大姐来了。放松是吧？久仰，我是李木乐。哎，小李你好啊。小什么李？他比你大，应该叫哥。啊，哥啊。哎，没事没事。菜都点完了啊。那个大姐，我给你加瓶酒吧。等着。哎。经理，这么匆匆忙忙干什么去？我去给李顾问送文件去啊。哎，他最近怎么这么多应酬啊？这不是常荣的郑总，特别的挑剔，合同改4、5遍了都不满意。这李顾问呢，为了应酬他也挺累的。我去吧。经理，其实刚才我就想这么说，这个项目当初就是你叫停的，经理，你当时的决策真的太对了，那风险多大呀？可是风险值过高，我们怎么跟客户解释啊？这点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会跟客户讲的。项目的事我们俩会去搞定的，你把文档处理好就行了。他们根本就没有想好怎么规避风险，就是想把数据做漂亮了，好骗取签约。这跟骗钱有什么区别呀？我真想不通李不乐为什么会这么做。袁太太一直想要刷业绩，李顾问还是他提拔上来的，除了支持还能咋办？再加上张总现在全力的配合，如果现在李顾问和袁太太唱反调，别人肯定说他恩将仇报，这是两回事呀。当初李顾问让你去当文书管理，我就觉得是屈才，但是现在我真明白了，这几个项目风险太大。如果当初你在项目一部，你肯定得全力直指，到那时候，你不仅工作保不住，你在这行你都没法待了。李顾问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为了保护你。小德，你也别着急，我一会儿见到李木乐，我好好和他谈一谈。昌荣的郑总算是最麻烦的一个，这次也应该能搞定了吧？还在揪一些细节，但是大方向已经达成一致了。我让小德修了一版合约，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如果真能搞定，那真要谢谢白芍，剧做得很漂亮。他在商北待了7年，在维护客户这方面，老张都不如他。这个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啊。他现在又不负责项目，也不接触客户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我们在美国的事情呢，并不是什么秘密，也有不少的客户在美国就跟我有生意上的往来。现在我正式的接受了商北分公司的业务，你又频频的出入跟我应酬，外面已经有不少传言了。他只要不接触客户，他就听不到这些。外面的是听不到，那公司里面的呢？琳达在美国就是你的助理，她对你有意思，可不是这1天2天的事儿了。你就不怕她什么时候跟白芍说点什么？琳达是个聪明人，她不会为了这点小事坏了自己的前途的。我是女人，我比你更了解女人。虽然你现在扶她上位，把白芍的业务全部交给了她，可是白芍却是你的女朋友。赢了江山，输了美人，她不会甘心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我找人接替琳达，然后让她尽早回美国。是让白芍离职？白芍，你既然已经选择了穆乐，就应该跟他一起面对所有的问题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我们选白芍修改数据，那是因为他了解公司的业务。现在事情做完了，再把他留在公司里面，难免夜长梦多。
与其让琳达回美国，还不如让白芍离职呢。之前是我坚持让他留在公司里面，现在我又要让他走，总得有个理由吧？你向他求婚啊，让他回家相夫教子，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再说你不是说了，白芍对投资没有兴趣，他不是喜欢当画家吗？那你鼓励他，让他往艺术方面发展啊。之前为了咱俩的事儿，我硬拦着他不让他去美国参加比赛，让他错失了一次机会。现在你又让我鼓励他，你让我怎么说呀？什么比赛啊？我帮你找找人，也许还来得及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别生气嘛，我这不是也是为你好吗？他要是知道在美国的时候你跟我在一起过，这不是破坏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吗？你要是真怕破坏我俩感情啊，你就早点回美国吧。你说什么？反正签完合同以后，后续的收尾工作我会帮你做好，你也没有必要留下来继续制造话题。真叫人伤心啊！看来你对我是一点的情意都没有了，我真是后悔啊！后悔当初就不应该放你走。我跟他已经结束了，我们俩现在只是合作关系。既然他能给你所要的一切，你干嘛回来找我？芍，你怎么又出现了？你能不能放过我？你叫我的，我听见了。我没有叫你啊。是你心里的声音。你别想赖账了。我知道你很难过，需要人安慰。你不要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。我为什么要难过？口是心非，我这个成语用对了吧？我看不到，我听不到。你看，你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把自己关起来，到了最后，你自己的感情都不能相信。我没有。白芍，有些人可以用理性压抑情感，但是你做不到。胡说，谁说我做不到？我选择李穆勒，就证明我能做到。你会选李穆勒，是因为你想要摆脱我。我没有。
我选择李穆勒，是因为我对他还有感情，我对他放不下。那在杜家村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没有答应他的求婚呢？因为你爱的是我，你不敢尝试跟我在一起，所以退缩。你想划清界限，让我死心，让我继续做自由自在的陆六安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伟大，我就是觉得你不靠谱。我觉得你的出现会让我的生活一团乱，你走了我好开心的，我日子过得特别好。你对自己的心都不肯说真话，你要骗自己到什么时候啊？我干嘛要骗我自己？如果你是真的喜欢他，那他这5年经历过的，你为什么从来都没问过？你们在同一个公司一起工作，你到了今天才发现他和袁太太的事，是因为你像以前一样毫无保留的爱他、信任他，还是你根本不关心？你现在发现他的过去，最生气的不是他的隐瞒和欺骗，而是他们对客户的不够坦诚。你觉得这样正常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好好问问自己，他真的还在你心里吗？你来干什么？你已经在这等了1天1夜了，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回事儿。要不然他没有听到我们的计划，你有什么好不放心的？穆乐，我是在关心你。你要是真的关心我，你就回美国吧，不然的话，我们俩就终止合作，你找别人帮你。好几个亿的项目，你舍得吗？多少钱我都不在乎。我以为你这个人谁也不爱你，只爱你自己。我是不喜欢他家里人，但是我爱你。你已经说服了所有的股东，郑总也答应投资了，你没有必要留下来。你走吧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看在你帮我的份上。自从你回来以后，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想清楚，我对你是怎样的一种感情。之所以能答应你，是我看到你真的有所改变。穆勒，穆勒，你不会一直没走吧？你疯了吗？我错了，别离开我。
离心远着呢，死不了。苏苏，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两个了，我是真没办法了。哎，别，你及时给我们打电话非常正确，不然中这小子计了。苏苏，你瞎说什么呢？还不明白呀？装病装可怜呗，然后赖在你这儿让你照顾，然后好借机啊那什么你是吧？苏苏他没装，他真的发烧40度没装。闭嘴！他就是烧60度，他也应该跟他们家烧，干嘛非赖在我姐这儿让我姐照顾他呀？我对我姐有企图是什么呀？不行，姐，你跟我回去，让大叔在这儿看着。行了行了，你别在这捣乱了，你过来。这样，你出去先按下电梯，我跟白婶说2句话，咱们就走啊。你跟我姐要说什么？有什么秘密？在我姐这儿给你点面子，回家收拾。你小心点啊！行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不能当着苏苏面说。他把这个从家里偷偷拿出来了，又不肯还回去，你帮他拿回去吧。他拿这干什么呀？他是想跟你？我是很想跟苏苏结婚，但是绝不能用这种方式。还好苏苏选择了你。如果白叔叔要是发现的话，你放心吧，我爸应该不会天天看着户口本，我明天就把他给送回去。那我们先走了。我虽然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不过谢谢。你记得给他吃药啊。行了，走吧，回家。你跟我姐在里面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走。不行，我得回去保护我姐。哎，你回来吧，李木了爬都爬不起来了，还用你保护啊？他一点威胁性都没有了，走吧啊。真没威胁性？真没有。那你跟我姐在里面说什么呢？乖，回家告诉你啊。走。我给你准备了早餐，你可以吃完早餐以后再走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原谅我？其实，我生气是因为……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你保证，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从来没有跟他暧昧过。那回我到美国的时候，我确实是因为他的钱和地位。可以把我带到美国的商界，我们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压力大，或者是因为我寂寞，但是真的很快就结束了，真的很快就结束了。我承认，我刚看到那一幕的时候，非常的震惊和难堪，但是我一点都没有难过。木乐，其实我现在特别能理解你了。我就是你理性分析下的产物。其实我也是这样的。你在说什么呢？我对你是真心的。感情的事儿，真的只能用感情来做决定。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回不到从前了。尽管我们的过去是那么的刻骨铭心，但心变了，这些好像都不重要了。我知道了。你现在很生气，对不对？你生气，所以你说这些话来惩罚我，对不对？不是的，我说的是真的。我们的感情回不去像5年前那样了。我跟袁太太真的已经结束了，你要怎么才肯相信我？不是的，白少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你答应过我，
要重新开始的，答应过的。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，好不容易你爸爸原谅我了，好不容易你也原谅我了，为什么要为了这种已经过去的事情而反悔呢？我想弥补你，我愿意用我一生来弥补你。我保证不会让你再见到我，我保证你再也见不到他，再也不会让你难堪了，好吗？不管你们会怎么样，真的这些都不重要了。如果你觉得还不够，那我就可以辞职，我从湘北辞职，好吗？我再也不跟他联系了，我再也不跟他联系。我们跟5年前的感情。看你还是先好好休息吧，等你好一些了，我们再慢慢谈。别走，你说什么我都答应你。别走。